真实的中国历史16，诸侯逼迫朝廷减税，中央无奈设立国企。却说商汤和伊尹一心谋反，派人四下传播商汤的贤名，宣扬商汤给人才的待遇有多么丰厚诱人，到处招揽人才，也确实招揽了不少野心之辈。其中有名叫庆府的落魄贵族，来到商都以后，为了谋求高官厚禄，立即给商汤献上一计，说道：商国首都商丘土脉福薄，非帝王之都，且三面聚合，常有合议之患。我听说商都30里外就是上古帝王帝喾的首都，自从帝喾死后到现在已经600多年了。昨天我去那里仔细勘察了一下，此地的灵气已经散而复聚，灵气郁郁葱葱，真是王者之都啊！我敢断言，此地必出帝王。大王圣神至睿，当为万民之主，请大王迁都亳城，行王政，以救天下之民。商侯听了如此露骨的叛逆之言，惊得满脸愕然，连忙摆手说道：先王从小就教导我，作为诸侯要努力辅佐天子，报答天子分封土地的恩德，我岂能反叛天子，自绝于天？伊尹看到商汤如此姿态，连忙说道：天子气运的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反正不是人自为之，就是天自与之，这事先不说，但是迁都的事情，庆府说的确实不错。如今天下已乱，诸侯强弱兼并，商丘城墙不高，护城河不深，土质疏松，洪水泛滥，是必须要搬迁的。就算不想争夺天命气运做天子，为了祖先祭祀的灵位和百姓的性命，也必须搬迁一个安稳的地方才好。于是商汤下定决心迁都，命令官员百姓限期搬迁。百姓偕老扶幼，艰难万分，从商丘搬迁到了亳城。路上风寒水患，不知多少人患病，多少人身亡。但是奈何商汤伊尹宣传工作极其到位，竟然让人四下宣扬说商侯修德行仁，以治齐国。百姓迁都，人人欢天喜地，家家兴高采烈，就连鸡犬豚羊都无不踊跃而行。迁都亳城后，商侯又发布仁政，民心大悦，百姓人人唱歌赞扬商侯恩德。其他诸侯听了商汤的宣传，也都不得不佩服商汤和伊尹工作做得到位。第2年，天子大会诸侯，商汤于是命令来诸等人和嫡子太丁守国，自己和伊尹同行，前往夏都朝见天子。各路诸侯到了夏都以后，奉上规币、币帛、户口、图籍，数6年执事于天子。述职完毕后，各路诸侯汇聚起来，开始秘密串联。值此之际，恰好天子元妃病逝。天子元妃也就是后世的皇后。元妃病逝后，各路诸侯的宣传机器全力运转，开始造谣说天子因为元妃和妹喜争风吃醋杀了元妃，又造谣说妹喜是狐狸精转世，说的有鼻子有眼。什么一阵邪风吹过，狐狸精上了妹喜的身，原来的妹喜早就死了，现在的妹喜乃是狐狸精专吸活人阳气，迟早要害死天子。众口铄金之下，诸侯便开始联合施压，要求天子废了妹喜，天子的元妃应当由各路诸侯推举嫡女接任。天子被诸侯逼迫又气又急，连忙召集心腹大臣商议。一番商议之后，朝廷明白诸侯要求天子换妃是假，只不过是试探罢了。诸侯真正的想法是要逼迫天子减税，停止修建交通工程，所以换妃之事绝不能和诸侯退让。要是连元妃都由诸侯决定，只怕等到天子老去，继位天子就成了诸侯的盖章机器了。但是税赋的事情必须和诸侯退让，因为自从朝廷加征税赋以来，诸侯个个都有了反叛之心，要是继续加征下去，只怕旦夕之间就会有诸侯反叛。天子正和朝廷大臣商议之间，突然收到急报，原来首都附近的隧道工程坍塌了。隧道工程乃是交通工程最重要的一部分，不用想也知道是各路诸侯搞的鬼。朝廷重臣人人都气得不轻。不多时，天子密探又来汇报，各地诸侯四下宣传说天子无德，所以天降其罪，隧道垮塌。若是天子不修仁政，上天还要降下其他灾难来惩罚。至此，各路诸侯和天子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了。天子四节，无奈只好下令第2天召开大朝会，减免诸侯税赋。天下诸侯有什么意见建议，也都可以提。第2天，各路诸侯或者亲自来，或者派遣重臣前来。朝廷给诸侯减免了税赋后，各路诸侯公推伊尹代表诸侯和天子谈判，要求天子人民之贤。所谓人民，也就是不能再随便向诸侯增加税赋，只能少不能多，
否则就是不仁。所谓知贤，就是朝廷中央的官员必须任用各路诸侯推举的人，否则就是轻小人远贤臣。听了诸侯代表伊尹的话，天子四杰面无表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伊尹说出了诸侯无比过分的意见，自然明白天子不可能当即答应，看到天子默然，也就起身告辞了。免掉诸侯加征的税赋后，各项工程当即没有了财政支持，天子四杰和中央官员连番商议，最后决定设立国企，以国企经营的收入弥补财政不足。朝中官员考虑了夏朝的科技水平，国企主要以酿酒和制作肉干为主要经营业务，本想着如此经营，慢慢积攒财力，也能振兴交通，完成朝廷的交通振兴计划。万万没想到，各地诸侯听说朝廷设立国企经营酒和肉干后，一个个就像被掘了祖坟一样。先是派人上书说什么天子不应与民争利，又说天子高价强卖酒和肉干，华夏自有历史，未有如此无耻之事。原来各地诸侯也都经营有酒和肉干的生意，现在朝廷设立国企经营这两项业务，不亚于向各路诸侯抢钱，所以各路诸侯纷纷反对。天子和中央朝廷自然也知道经营国企必然会损害诸侯的利益，但是天下的利益有定数，不如此实在没有办法扩充财政收入，更何况天子和朝廷刚刚向诸侯妥协退让了一次，要是再退让，只怕就退无可退了。于是天子和朝廷决定运营国企的事情绝不退让，一定要坚持到底。各路诸侯看到天子和朝廷不愿意退让，立即发动宣传机器，开始编造小故事，直接把朝廷设立的经营酒和肉干的国企说成是天子给自己造了一个酒池，长20里，宽3里，酒池比人的脖子还要深，酒池周围的树枝全部悬挂着风干的肉脯。天子每天带着少男1600人，少女1800人，在酒池里鼓吹奏乐，任意享乐，一通鼓响，3000少男少女尽数解衣，伏在酒池周围，一口吸酒，酒浅数寸之下，3000少男少女皆醉，然后入池咏歌，半醉半醒之间颠倒浮沉，捉摸相逐，酒中戏舞欢和是为醉淫，走路摇摇晃晃是醉癫，在酒池里游泳是醉名，掉进酒池里淹死是醉溺，解衣侠玩是醉狂，扭狮而舞是醉舞，酒后而歌是醉歌。还给天子编了一首歌，歌词曰：世路多愁兮，人生兮几何，行乐兮遭低，合欢兮酒合。这些编造的小故事传到天子耳中，天子四杰听得整个人都呆住了，实在想不明白诸侯们怎么会有如此野兽般的想象力。幸亏有朝中大臣知道诸侯们平常的生活，原来诸侯们之所以能编出如此故事，竟然是诸侯有人修建过酒池肉林嬉戏享乐，包括那首歌也是诸侯们饮酒享乐经常唱的调子。诸侯自己修建了20米长3米宽的酒池，就发挥想象力说天子修了20里长3里宽的酒池，不得不感叹高手在民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国企运营半年之后，朝廷财政刚刚有所缓解，但是诸侯们却已经无法忍受了。这次诸侯推举在朝中担任重臣的关龙逢向天子摊牌，要求天子和朝廷停止运营国企，还力给诸侯。关龙逢拜见天子说，天子是万民之君，必须谦虚恭敬，听从贤臣的建议，节俭开支，爱护诸侯和百姓。现在大王兴修交通工程，每日每月都要花费无穷无尽的财产，只怕大王死了以后，夏朝就要灭亡了。要知道失去了诸侯的支持，就算有天命也无法保佑你，亡国只怕就在旦夕之间。大王您还不明白吗？天子四杰听了如此赤裸裸逼迫的话，当场气得大怒，喝令左右武士将关龙逢推出去杀了。朝中偏向诸侯的官员纷纷叫嚷阻拦，但是天子亲为忠诚不二，立即把关龙逢斩杀了。关龙逢一死，朝廷和诸侯已经彻底翻了脸面。天子和朝廷知道诸侯们反叛只是时间问题了。各地诸侯听说关龙逢死了，也都开始修整兵甲，积极备战，知道天下大乱就要来了。究竟商侯和各地诸侯会如何反叛朝廷？天子和朝廷能否镇压诸侯的反叛？请看下回分解。